为什么说这波青训大爆发注定让宋凯彻底封神？所有人都在盯着输赢和成绩，却忽略了他2年默默深耕，才盘活了国足久违的良性循环。凌晨4点钟，手机屏幕突然跳出一条推送：U17国足2比0干翻澳大利亚，22年之后再进亚洲杯决赛。我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短短4个月 ，U23和 U17两支国字号球队接连杀进亚洲杯决赛，这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简直比国足进世界杯还魔幻。这么说吧，如果你半年前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肯定会笑着说你喝多了。毕竟中国足球的剧本我们看了太多年，开局看似有希望，中途各种掉链子，结尾总是让人失望。但这次 U17这帮小伙子硬生生把剧本改写成了爽文，小组赛2连败差点回家，末轮拿下卡塔尔惊险出现，接着3比1掀翻沙特，2比0完胜澳大利亚，一路逆袭打进决赛。我们不妨先聊聊这2场让全国球迷疯狂的比赛。U23那边1月份的亚洲杯小组赛力压泰国、伊拉克出现，接着连克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硬生生闯进决赛。虽然最后0比4输给日本，但已经创造了队史最佳成绩。而 U17这边更绝，帅维浩第49分钟接周宇诺抢断助攻推射破门，谢晋补时阶段低射锁定胜局，2比0干净利落拿下澳大利亚，时隔22年重返决赛舞台。你可能会问，中国足球这是突然开窍了，天上掉馅饼了？或许有人觉得这是运气，但我告诉你，这背后大概率离不开宋凯长达29个月的默默布局。我翻了翻宋凯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能看出这波爆发绝非偶然。2023年10月上任之后，相比聚焦中超联赛，他更早把目光投向青少年赛事。当时我还纳闷，这新主席怎么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回头看，这步棋走得太妙了。这么说吧，宋凯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青训从出成绩转向出人才。他常说，中国足球的差距不在成年队，而在起点；不在一时成绩，而在长期体系。我们长期输在起跑线上，输在12岁之前的启蒙与基本功。这话听着简单，却戳中了中国足球几十年的痛点。或许你不知道，宋凯这2年悄悄落地多项青训实事。第一，推进国家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联动苏州、深圳、成都、大连、西安5个大区中心协同运作，搭建全国青训网络。第二，完善5级青训体系建设，打通校园足球到职业梯队的通道，尽量避免有天赋的球员被埋没。第三，落地青少年海外培养计划，解决年轻球员留洋门槛高、后续保障不足的难题。第四，多次发声，号召资深国脚投身青训。在他看来，青训是足球的根，好教练是青训的魂。这些政策看着枯燥，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以前我们的青训就像撒胡椒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好苗子要么被埋没，要么早早放弃。现在呢，青训统一选拔标准，基层教练逐步完善培训机制，留洋球员也有了基础保障。U17和 U23这批孩子，或许正好赶上了这波青训改革的红利。我记得 U17小组赛连输印尼、日本后，不少球迷直言中国足球没救了。结果呢，这帮小伙子用行动打破质疑，末轮2比0拿下卡塔尔，淘汰赛3比1逆转沙特，半决赛2比0胜澳大利亚，一路逆袭到底。这让我想起了宋凯的另一个理念：足球人才的成长有其规律，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塑造离不开先进技战术理念的熏陶和高质量竞赛环境的锤炼。以前我们的青少年球队要么闭门造车，要么打一些含金量不高的比赛。现在呢 ，U17和 U23频繁参加国际赛事，和强队过招，才有了大赛上的从容不迫。这么说吧，宋凯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懂多少足球战术，而是他懂足球发展规律。他清楚中国足球不能再急功近利，不能再搞短期行为。上任之后砍掉不少华而不实的项目，把资金和重心倾斜到青训层面。这种工程不必在我的格局，在中国足球圈属实少见。或许有人会说，这才刚开始，后续能不能稳定延续还不好说。我承认中国足球的路还很长， U17和 U23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希望。以前我们总说中国足球未来可期，但这次这个未来好像真的近在眼前。我们不妨畅想一下未来，如果宋凯的青训布局能持续落地，再过5年、10年，中国足球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到那时，我们的成年国家队也能稳定冲击世界杯。或许到那时，中国足球才算真正翻身。